继山东舰之后，备受期待的全球最强常规动力003型航母呼之欲出。有媒体最新消息称，003型航母的舰岛已经安装，这意味着003型航母完成了90%的建造工作，离下水海试的日期已经不远了。到底外媒是怎样认为我们的003型航母的呢？我们怎样评价003型航母呢？003号航母的舰名将会是什么？据巴西媒体报道，中国003型航母的右舷舰岛已安装，烟囱、空管和舰桥都在舰岛一侧。003型舰岛前面一系列相互阵式平面雷达，中国海军正在建造的003型航母将成为第一艘使用开拓坝系统和电磁弹射器发射飞机的中国航母。该船预计排水量超过85000吨，长度超过300米。003型将具有常规和电力集成推进。003型航母已经出现在中国杂志的封面上，与未来的隐形海军战斗机 J3135、J15 和 KJ600AEW 飞机一起作战。外媒根据我们杂志上的图片进行了分析研究，全球能够使用电磁弹射器的航母国家除了美国就是中国。电磁弹射器可根据战斗机智能的调整弹射功率，可实现连续不断的弹射，不需要补充能量。电磁弹射器比蒸汽弹射器占用航母空间少，重量比蒸汽弹射器更轻。003型航母3条弹射器全重不过1000吨。003型航母的弹射效率要比同级别的蒸汽弹射器航母高，电磁弹射器的出现让蒸汽弹射器黯然失色，而掌握这项技术的国家只有2个。003型航母配备了4面有源相控雷达，配备 S 波段和 X 波段雷达，同时配备了对海搜索、火控 C 波段有源相控雷达、对空远程搜索、远程控情管制、己方战机定位引导、低空掠海目标、引导防空攻击等。003号航母装配的雷达系统和宙斯盾的配置相当。003型航母的综合射频系统比山东舰的 346A 雷达系统更先进，体现了科技的进步和对003型的重视。003型航母将搭载空警600舰载预警机、直18预警直升机、歼31战斗机、歼15战斗机、反潜机、搜救机、运输机等共70到80架飞机，舰载机的质量也有所提高。根据宣传海报，新的机型将出现在中国核动力航母上，是004型，或许005型号。关于003型的舰名，网友们比较关心。根据我国的最初设想是建设6艘航母，现在已经有2艘航母，分别为辽宁和山东，主要负责渤海和黄海的水域。第3艘航母的舰名应该在长三角地区。003型在上海建造，会不会是上海舰呢？应该不会，因为上海同北京和天津一样，面积太小，命名上海舰北京会不服气，所以应该会在江苏和浙江选择其一。从北往南的顺序来看，003型航母的舰名是江苏舰的概率比较大。其实，如今的中美关系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紧张，各方竞争从科技领域、经济领域已经越来越趋近于军事竞争，甚至美国一度给中国周边国家卖武器，意图给中国增加军事威胁。这一切几乎已经是明目张胆的要与中国发生冲突，更不用说还有台海在其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却下了最新判断，直言中美冲突风险很低。兰德智库表示，中国的综合国力在现在比美国仍然稍弱，但是中国也正在缩小差距。于此而言，中美博弈如今更多的是竞争，使用的更多的应该是非常规战争手段，例如经济、外交和技术竞争，就会在中美博弈中占据更为核心的力量。当然，在博弈的同时，中美还拥有合作需求，像是网络、太空、信息等领域。所以，虽然中美关系紧张程度上升，但是发生冲突的风险仍然很低。从某一方面来说，大国战争确实很难打得起来，毕竟不到最后一步，大多数国家都会有所顾忌。所以，就像是俄罗斯，其实一直对美国各种警告，但真正动手的却始终都隔一层。但是这并不代表就一定打不起来，而且不发生战争，却不代表不会发生摩擦和冲突。毕竟中美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是取决于美国怎么做，而不是中国实力够不够。因为中美即便发生冲突，那么战场一定是在中国周边，而在这里，美国的优势却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再从另一方面来说，中美关系紧张的源头终究是在美国。美国看不得中国实力发展到能够和美国比肩的地步，所以美国一再出手打压中国，还直接插手台海局势，意图牵制中国。对此，只要美国一天不放弃这种手段，中美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就不会降低。所以就像是专家金灿荣工作室表示的，美国智库太过于乐观，中美如果不多做有利于彼此的事，那么一旦关系进入恶循环，不切磋是很难收场的。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尽量缓和双方关系，但美国却一直捏着台海，甚至不断在中国周边搞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兰德智库是想得美，损害中国利益，不尊重中国的全球角色，还想大家和平相处，怕不是在做白日梦。
对此，国人说的一句话，笔者很是赞同：想要降低中美的冲突风险，只要美国不插手台海，那就一切好说。台海作为中国红线，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触碰，这看起来可是一点想和中国缓和关系的想法都没有。所以，永远不要指望美国能够突然醒悟，放弃霸权主义和美国优先。为此，中国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同时坚定沿着既定的道路，不忘初心，一直走下去。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美国才会知难而退。最近，美国频繁搅动台海局势，然而最近美国释放善意，但却被指出是烟雾弹。美军正做出实际军事行动准备，阻止中国统一，别被骗了。7号，路透社消息称，美国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贝尔表示，中国和美国可以和平共存，但还存在很大的挑战，因为中国越来越自信。此外，他还强调，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当天，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也表示，美国反对两岸任何一方改变现状，没人希望看到冲突。然而，他们一边强调希望两岸稳定，一边却不断用危险动作搅乱局势。近日，美国陆军时报报道称，列克星顿研究所分析，如果美国打算在太平洋对抗解放军，就必须在台岛驻扎一个永久的装甲旅。这支部队将让中国明白，在中国打算攻台之际，就是与美军对抗。而且这个称之为绊脚石部队已经获得美国军方某些认可和支持。该研究所认为，美空军在台海附近只有几个大型军事基地，其他的基地跑道太短，无法起飞 B-52轰炸机。不过用轰炸机可能会引发中国动用核武器，所以美国陆军需要在台驻扎一支移动地面火力，来打击入侵的地面部队，甚至海上目标。不过一旦美军入驻，即视为入侵，中国将立即启动反国家分裂法反击。与此同时，美日正在举行高强度联合演习，而美军方透露，这次东方之盾实战演习主要就是针对台海局势，而美军在演练中验证一项新型战术，包括用 B-52H 轰炸机快速在台海等区域展开快速布雷，以阻止解放军舰队接近。据悉 ，B-52H 能够在高空一次迅速释放高达15枚快打智慧鱼雷。之前台军一直都想采购这款鱼雷，但是美军认为台军没有绝对空优能力，无法掩护低飞的 P-3C 不止鱼雷，所以美方认为一旦危急时，美军可以代为释放。外界认为，冲突时解放军可能最先偷袭美军部署轰炸机、战机的基地、岛礁机场等目标，极短时间内瓦解美军介入冲突的能力。还是那句话，帝国主义在中国门口架几门大炮就征服中国的时代早已过去，美国又吓得了谁？而解放军将用拳头告诉美军，这将是一条不归路。自2020年开始，澳大利亚就开始在新冠肺炎疫情溯源、新疆人权、台海等多个地缘政治议题上挑战中国，一边以意识形态打压、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一边还想从中国捞贸易好处。天下哪有这种美事？中国必须让澳大利亚及其盟友知道，惹怒中国是不好办的。最近，澳大利亚为何突然要求美国军事庇护，还被美国背刺？近日，澳大利亚前国防部副部长迪布宣称，中国官媒曾威胁与远程导弹攻击澳洲关键军事设施，可以解读为中国将把澳洲被领土沙漠中的松口美澳联合情报站列为打击目标。他强调，澳洲没有远程导弹，所以当中国打击澳洲的时候，澳军很难做出反击。因此，面对中国的导弹威胁，澳洲必须要求美国做出明确表态，向中国宣示，一旦美国在亚太地区最紧密的盟友遇袭，美国会立即向中国领土反击。总言之，澳大利亚怕被中国导弹袭击，所以请求美国庇护。但好端端的，澳洲为何害怕中国会打击澳大利亚呢？环球时报那篇完整报道是这样的：如果澳洲支援美国协防台湾，中国大陆将会对其实施报复性惩罚，包括对澳洲本土军事设施和关键设施进行远程打击。这个前提就是澳大利亚介入台海冲突，这就是向中国宣战，不打你打谁呢？而且迪布早在2019年2月就曾刊文呼吁，一旦中国攻台，美国支援的话，澳洲就有义务支援。总言之，这是澳洲自己作死，却还装弱势群体炒作中国威胁论，而澳大利亚因为惹怒中国付出巨大代价。最近有统计数据显示，除了其他大宗商品，中国已经连续6个月没有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而且澳大利亚留下的缺口却被美国积极填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承诺不会让澳大利亚独立面对中国经济胁迫，没想到却给了澳大利亚一个背刺。就这，澳大利亚还指望美国为其提供军事庇护。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声，信息量也很大。个别国家给别人当枪使，只会让民众为政府错误买单，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可以说，这番批判毫不留情面，痛打落水狗。需要提到一点，澳大利亚跟着美国几乎参与了冷战后的所有战争，每次都未波及到本土，就膨胀到以为可以挑衅中国。别忘了，中国的弹道导弹可以覆盖澳大利亚全部国土，一旦澳大利亚进入台海冲突，那必是挨打的开始。